Even Wang Qujin has lost in these Chinese national games. He has tried his best. Men's single bronze medal match, Liang Jingkun defeated Wang Qujin to get the bronze medal. After the game, a reporter asked Wang Qujin, "How many points would you give to these national games?" 整个全运会，我从团体半决赛输完猴哥那一场球以后，其实我的整个胳膊的这种反应。And Wang Qujin said that he passed the game. Since the arm injury in the team competition, my body has been responding a lot, and it has also affected the subsequent games. Being able to carry it until now is a breakthrough for me. It may not satisfy the coach and everyone, but I will try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later. Best point of Wang Qujin.14运乒乓球比赛的赛场被安排在了延安大学体育馆。原定的训练时间是从上午9点开始，但为了可以多适应一下场地，很多队伍都提前了半个小时以上抵达赛场。北京队的王楚钦来到赛场之后，便开始了拉伸训练。本次比赛，他将参加男团、男单和男双3个项目的争夺。我觉得整个馆，包括我们住宿的环境，包括吃饭，整个条件都非常好吧。
然后这个馆一进场也很有欲望去想打比赛吧，有这种感觉吧。1个半小时的训练，对于各队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王楚钦首先进行了中远台的攻防训练，以适应场地的空间感，随后又进行了特长技术训练。从训练效果看，1000多米的海拔对王楚钦或多或少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它高原的话，可能你的肺活量可能会有点受影响，因为呼吸上这种跑位的时候啊，这些强度一上来的时候，你的心肺可能就不像在之前那么平稳的这种状态，可能会比较难呼吸一些，有这种感觉吧。然后包括他这种球啊，有时候在对抗当中，包括防守当中，他又会不经意的往上蹦，有这种不可控的这些因素吧。去年全国锦标赛男团冠军广东队，在樊振东加盟之后，实力更加突出。他们也被视作是男团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主力林高远将参加全部4个项目的争夺，在他的心中，男团尤为重要。团体就不能说去太过依赖樊振东嘛，可能说自己也去得分，就可能团体嘛，每人拿1分就赢嘛，所以说这个就做好自己，也不要可以信任樊振东，但不能去依赖樊振东。河北队的头号主力梁靖昆同样将参加全部4个项目的争夺。今天他的主要训练内容是中远台的攻防练习。在去年8月的奥运模拟赛上，梁靖昆最终摘得男单的冠军，这也为他的本届全运会之旅提升了信心。感觉还可以吧，但就是稍微有一些累感觉来着。然后昨天也是跑了跑步啊，然后锻炼了一下自己的心肺。对自己来讲，作为河北队的1号吧，我说首先在团体上自己要肩负起就是这种责任吧，包括在单打上双打或者是混双上，都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吧。希望也是这3项也都能争取拿牌吧。